这是直接长在肉里的。哎呦我操！小崽子，这他给我干哪儿来了？汉代雷龙，系统，老爷爷，有人还我吗？行吧，经典的荒野开局，想活命，第一步就是制造工具，拼了！啊！我操！真他妈见鬼！徒手撸树掉血的设定竟然是真的！为了活下去，老子拼了！呼，终于升级了，材料刚好够做一把石镐。制作成功。日夜温差太大了，没火源今晚非冻死不可。漂亮。谁在那儿？三镜毒龙！我操！发什么愣？想等他挣脱了再咬你一口吗？你是谁？又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发光手。我见过像你这样从天上掉下来的，但他们刚掉下来的时候，要么光着身子冻得发紫，要么穿着白色的破衣服，活不过第一个晚上就会变成猛兽的粪便。可你身上这层黑色的和白色的皮，没有缝合的痕迹，这么薄，却连刚才的树枝和荆棘都没有划破。你这发光手，跟以前那些只会大呼小叫的废物不太一样。这不是皮，这是棉布和牛仔布，我们那里的普通衣服。哼，管你什么布，连一只最弱的散镜毒龙都对付不了。听着菜鸟，我叫阿丫，算你运气好，这只猎物我盯了半个晚上了。阿雅，这里是哪里？你也是降临者吗？什么降临者？听不懂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别傻站着，赶紧用你的工具把这畜生分解了。血腥味很快就会引来更大更恐怖的家伙，如果不想死，就给我动作快点。这畜生的小腥味最多5分钟就会引来成群的食肉兽。如果你不想穿着你那身奇怪的白皮被撕成碎片，就立刻把它分解了带走。分解是肯定要分解的，用镐子敲，收集到的兽皮太少。忘了，你好像连武器都没有。给我10秒钟，正合我意。你干了什么？冷静，把剑放下。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这块发光石头赋予我的特殊能力。看好了，原住民小姐，这才是最高效的分解方式。看在你刚才那一剑救了我的份上，这些生肉你拿走吧，我只要兽皮。跟我走，今晚先去我的避难所。饿了，吃吧。刚才割的生肉你消化不了，吃了会得严重的痢疾。这东西可不够填饱肚子。你的一斧头，你奇怪的分解方法，还有这个火堆。只要有材料，我的图谱就能造出奇迹。给，吃饱了，我们才能谈谈明天的事。你说你的那种力量，能造出比我的弓更厉害的武器吗？当然可以，甚至不需要用力就能射穿骨头的武器。你今天白天看到那只在海滩边缘吃草的大家伙了吗？头上长着3根角，脖子上有一圈骨盾的那个。三角龙。对，那是这片外围丛林里最强壮的食草兽。明天我要抓它当我的坐骑，我需要你的那种能力帮忙。如果你能帮我，我就允许你暂时留在我的领地。成交。不过想驯服那种几吨重的大家伙，靠你手里的弓箭可不行。明天一早，我们需要去收集大量的黑色致幻果，然后我会给你展示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物理眩晕。那是神明的警告。部落里的长者说，每当有外来者触怒了这片大陆的法则，方尖碑就会降下神罚。神罚？那是绿色方天碑，能量矩阵超载，谁下副本打 BOSS 去了？你在嘀咕什么？你不怕吗？没什么，不管那方尖碑到底启动了什么，它离我们至少有几百公里远，中间隔着数片沼泽和红木林。它现在的目标不是我们，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活过今晚，然后拿下明天的那头大家伙。
睡吧，明天有一场硬仗。在那边，那是一种特殊的黑色浆果，我们部落叫它睡果，吃多了会让人昏睡不醒。在我的图谱里，这叫黑色致幻果，漂亮。这就是你说的比我的弓更厉害的武器，就凭这根小树杈和几块破石头。阿雅，我们要的是活捉，不是杀他吃肉。三角龙，我绕到侧面，用箭射他的。等他发怒向我的时候，你用石头砸他的头。等等，千万别打头，我是认真的。你的箭射不穿，我的石头砸上去也跟挠痒一样。那打哪里？打身体，打柔软的腹部和后腿。这大家伙正面无敌，但转身笨重。等会儿你射他的屁股，把他引开。我用石头砸他的身体，累积眩晕值。好，千万别被他正面撞到。就是现在！有效，继续！最后一下！成功了！快过来帮忙！把那些黑色的致幻果全塞进去。黑果子能麻痹他的神经，强行维持他的眩晕度。他在昏迷中进食，就会对我们产生驯服认同。这就是你们降里的驯兽之法。迅猛龙，明月，好吧，我们护不住头大家伙了。他们一旦成群，连霸王龙都要退避三舍。跑？你觉得我们两条腿能跑过这些疯子？那怎么办？等死吗？别射箭！没我的命令别动手！阿雅，把刚才剩下的那些生肉全扔出去，扔向左边那棵大树下面。你要喂它们，但是我感觉它们更喜欢吃你。给我合成，全部材料，能做几个做几个。阿雅，保护好三角龙的脑袋，剩下的交给我。去你的！这是什么武器？这叫原地罚站。愣着干什么？射箭，射那些没被捆住的。30秒快到了。这畜生不讲武德呀！林月，看三角龙！大家伙，赶紧干活！阿雅，上来，拉我一把。现在轮到我们猎杀他们了，冲撞！赢了，林月，你真的是太厉害了，我都有点喜欢你了。我说过，在这个世界，只有图谱和力量才是真理。阿雅，这只是个开始，有了它，我们目前的安全算是有了一点小小的保障。林月，他真的不会再发狂了吗？我们部落里最伟大的猎手，也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能骑在三角龙的背上。放心吧，阿雅，只要我不下令，他现在连地上的蚂蚁都不会主动去踩。阿雅，那个岩洞不能再住了，四面透风，随便来只体型大点的食肉龙就能把巨马拆了。不住岩洞住哪里？在丛林里露宿等于给野兽送口粮。自己盖。阿雅，把你包里那些发臭的、不能吃的烂肉都给我。你要那东西干嘛？臭气熏天的。坦克，去扫荡那边的灌木丛。好了，抓鸡结束，现在开始盖房子。阿雅，看好了，这才是降临者真正的造物奇迹。起！这么结实的房子，连迅捷龙的爪子都挠不破。林月，有了这个，我们再也不用怕晚上的暴雨和野兽了。这只是个开始，阿雅。
是血崖部落的狩猎队，他们骑着牛龙，他们发现我们了。牛龙，是血崖部落的狩猎队，他们是这片丛林里最残暴的疯子，最喜欢活捉猎物，然后关进笼子，一点点折磨致死。林月，我们快逃吧！哟呵，兄弟们，快看这儿！我当是谁在这训了一头三角龙？原来是个刚摸清怎么砍树的菜鸟，居然在这大平地上建了个纯木头火柴货，连个巨马和尖刺墙都不围，这是纯的来给哥几个送温暖啊！老大，这小子估计连铁器都没有，估计躲在木头盒子里瑟瑟发抖呢。里面的孙子，听好了！给你爷爷把门打开，把你身上的物资皮料全扔出来，老子心情好就不拆你的破房子了。他们可不是你们的原住民，他们和我一样是降临者，这是一群抱团组建了掠夺公会的高阶玩家。就是现在，这小子自己把墙拆了，敢阴老子，给我死！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懂拆家，但你显然不懂什么叫空场。流星锤，老子动不了了！阿雅，走！林月，那边那个骑龙的要跑了。跑？他不仅跑不掉，连他的龙都得留下。老子的铁甲洪流计划就从你们送来的这3头牛龙开始。跑！快跑啊！你这畜生，怎么减速了？阿雅，出来干活了。林月，这简直是神迹！这不叫神迹，这叫科技碾压。去，把我们背包里所有的生肉全拿出来，塞进这3头牛龙的嘴里。大哥，大神，别杀我，我就是个跑腿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别紧张，我们都是老乡，我这人很讲道理。您问，您随便问，我保证知无不言。你们血崖部落的大本营在哪儿？有多少人？最高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大本营在往北30公里的一处峡谷里，那里有一座小型的金属矿山。我们部落现在一共收编了大概40多个降临者，还有几10个被抓去当奴隶的原住民。科技呢？科技，我们首领修理血崖石板弄了内侧睾丸，他带着机构的精层已经全部换上了铁器，甚至我前天看到他们造出了第1把长管火绳枪。为什么会精准的找到这里？不是锁定，我们只是出来例行巡逻，顺便抓点原住民奴隶。看到这里突然多了一座木头房子，老大以为散人玩家的基地，就想过来抢一波。我们真的不知道您是这种级别的大神啊！大神，我知道的都说了，我们首领是个疯子，如果他发现我们死了，一定会顺着部落日记的坐标派大部队来清剿的。您放了我，我回去绝对不乱说，我就说我们是被霸王龙吃了。你的提议很诱人，但在 PVS 的法则里，只有死人才不会爆点。这是林月，他们都嘎了吗？嘎了，但麻烦才刚刚开始。他们有40多个人，有铁器，甚至有火枪，而我们现在只有一座随时可能被拆掉的木屋，所以我们必须赶在他们的复仇大军到来之前，完成科技的反超。阿雅，帮忙搬石头和木头，快！蓝光闪烁，重组实体化。林月，那些神灵之血真的能变成比石斧还要锋利的武器吗？阿雅，记住，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神灵，只有不断进化的工具。铁匠台启动，目标：精致铁凿，精致铁斧。阿雅，看好了。这就是铁的力量。林月，你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造物者？不，我只是个不服输的生存者。阿雅，把剩下的所有兽皮、纤维、木头全集中过来。另外，把那一筐黑色的置换果也搬进屋子。你要做什么？
我要做一笔大买卖。系统提示：恭喜降临者升至17级。血崖部落，你们的噩梦要提前降临了。阿雅，醒醒，天亮了。我们要出发了吗？血崖部落的人是不是打过来了？我想他们已经在路上了，所以我们要赶在他们前面。来，穿上战甲，穿上战甲。坦克，听好指令，开启被动模式，去那边的密林里躲起来，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许出来，活着等我们回来。上来。林月，这感觉是我长出了一双不可战胜的腿。习惯就好，以后这片大陆的所有巨兽都会臣服在我们的安居之下。你不管这座房子了吗？我们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房子只装入普和科技还在，木头房子就算被拆100次，我也能建101次。他们要的是杀人越货的快感，我偏不给他们。我要让他们一拳打在棉花上，然后回头发现自己的老家被偷了个底朝天，这叫换家战术。出发，目标北方30公里，血崖峡谷。出发，踏平他们！那个穿铁甲的，就是血崖部落的首领血崖。林月，你看他们的人数和恐龙，如果我们在木屋死守，绝对会被踩成肉泥的。所以情报决定生死。阿雅，等会儿冲进去，不要恋战，不要管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奴隶。我们的目标只有2个：第一，砸开他们的精炼区和仓库，拿走所有能带走的金属和土捕；第二，烧他们来个吃不走的战略物资。上，他们的指导黄龙，给我撞开他！地心有地心！阿雅，压制他们，不要伤害原住民。敌袭！有人偷家！找死！2个人就敢冲我们的基地！阿雅，低头！他们有重弩，林月，我射不到他们。不用你射，骑着牛龙碾压过去就行了。给我撞塌那座塔！解决掉高点火力，别给他们关门的机会。铁器对木门，这是纯粹的伤害碾压。发财了！有了这批海量的现成物资和蓝图，我不仅能瞬间跨入火器时代，甚至能在这片峡谷里打造出一支真正的武装到牙齿的恐龙部队。350块金属锭，200份火药。林月，我们拿不了这么多东西。谁说我要自己背了？恐龙就是最好的重型卡车。阿雅，把所有金属锭、火药，还有那些高品质的兽皮甲，全部塞进牛龙的行囊里，快！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可是血池部落的主力随时可能发现基地被偷，如果他们半路折返回来，牛龙装了这么重的东西，速度会大减，我们跑不掉的。放心，我没打算逃回那个木屋。既然材料是现成的，设备也是现成的，我为什么不直接在这里把这把属于时代的真理打造出来？给我成型！林月，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烧火棍？这东西没有弓弦，怎么伤人？哼，这叫众生平等器。物资装完了吗？全装在牛龙身上了，连一根铁钉都没给他们剩下。给我碎！林月，你在干什么？这些东西明明还能用啊！我带不走的东西，敌人也别想用。
他们去抄我的家，我就烧了他们的老巢，这就是战争。阿雅，上龙，准备撤退。老大，这是怎么回事？人呢？屠夫不是说坐标就在这里吗？老大，不好了，你快看天上！大本营有人偷家，赶快回援！来了。时代变了，大人。枪，那是枪声，有狙击手！我操，老大被秒了！第一枪是斩首，第二枪就该制造混乱了。霸王龙疯了，他在攻击我们，快跑啊！别急呀！我操，踩到我了！林月，你刚才手里拿的那个会喷火、能发出打雷声的铁棍，到底是什么神器？那不是神器，阿雅，那叫火器。在这个世界里，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走吧，阿雅，好戏看完了，我们该带着战利品回家了。林月，房子都破成这样了，我们今晚睡哪儿？睡哪儿？阿雅，忘了这堆破木头吧。在经历了刚才的战斗后，你应该明白，木头在玩家的铁器和火焰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这是用石头盖的城堡？这只是个雏形。血崖部落给我们送来了火器时代的图纸，送来了铁甲洪流的资源。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在这座石堡里闭关。阿雅，过来试装备。这是给我的。试试手感，拉痛前端上弦，扣动扳机。最重要的是，即使在水下，它依然能够激发。好快，好强的力量！还有这个，穿上它，以后就不用穿那些破烂的兽皮了。林月，我们现在有了石萨弩，有了这种打不穿的铁衣服，还有你那把能发出雷鸣的火器，就算是血崖部落的残党再来，我们也能把他们全部杀光。血崖部落已经不足为虑了，连老家都被我烧成白地，他们现在估计正躲在哪个山沟里敲石头重新发展呢。地震了！不是地震。林月，那是什么？是方尖碑又发怒了吗？方尖碑发怒？不，阿雅，这是天降横财，蓝色的光柱，这意味着里面的东西至少是铁器时代以上的极品。阿雅，上楼！我们必须在光柱消散之前，或者被其他高级玩家盯上之前，把里面的东西抢回来。坦克，继续守家。林月，慢一点，这里太安静了。事出反常必有妖。林月，那是一头吃树叶的大家伙，我们要赶走它吗？别动，别用你的石萨弩激怒它。跑，掉头跑，把它拉扯开。一击重创牛龙，畜生，看这里！时代变了，你这只大号的火鸡！再吃我一发！你没事吧？我没事。那就是这个世界的残忍之处，吃草的有时候比吃肉的更致命。
这怎么可能在蓝空头里开出来？传说级，竟然是传说级的喷子蓝图！这怎么可能？这种级别的空投怎么可能开出传说级物品？不管怎样，拿到手里的才是真理。林月，你手里拿着的那个发光的小石头是什么？这叫星能舱，是能装下整座山峰的文明遗物。阿雅，退后一点，看好了。龙被你吸进石头里，你把它变没了，那是妖术吗？这是最高级别的空间折叠与星能转化技术，赶紧收拾东西，空投光柱消失了，马上撤退，回家。林月，我总觉得有东西在盯着我们。红木林是这片大陆上最阴间的地形，没有之一。这里最可怕的不是地上跑的，而是天上掉下来的。注意头顶的树干中上部，如果看到有类似巨型树带毛一样的影子，立刻告诉我。在上面。给我滚开！就是现在！撞他！你没有机会。林月，你没事吧？没事，皮外伤，死不了。金属甲救了我一命。走吧，这片林子太邪门了，这系统似乎在故意提升我们遭遇高等级生物的概率。阿雅，想要造出这把传说级的大杀器，光靠敲石头和杀低级恐龙已经没用了。我们需要黑曜石，需要海量的角卡素，甚至需要去掏那些恐怖昆虫的老巢。休整几天，我们要进军这片大陆上最恶心、最危险的巨带——毒气沼泽与火山。林月，储物箱里的生肉又坏了一大半，只剩下几块烤熟的优质肉了。光靠每天出去打猎，不仅效率低，而且风险高。阿雅，今天我们不杀生，我们要去抓这片大陆上最伟大、最无私的生物——渡渡鸟。渡渡鸟？林月，你是在开玩笑吗？那种又笨又肥连飞都不会的蠢鸟，以前只有我们部落的小孩子才会去抓它。那是因为你不懂什么叫做饲料。在征服高阶恐龙的过程中，光靠喂生肉和紫果子，驯服时间会漫长的让人发疯。但是如果用特定恐龙的蛋加上蔬菜和肉类，在烹饪锅里熬制成特制饲料，不仅能瞬间驯服高阶巨兽，还能让它们爆发出最完美的潜力。你要怎么抓？用麻醉剑吗？暴殄天物，麻醉剑的造价多贵啊！对付它们，用这个。看好了，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捕捉方式。这么简单？别愣着，挑个头大的毛色好的母鸟，直接用拳头揍晕，注意别打死了。然后呢？让他们自己走回去吗？他们走得太慢了，半路会被迅猛龙吃掉的。当然是手动搬运，你可以把这些小家伙抱在怀里。开启巡逻模式与繁殖模式。林月，它生蛋了！这只是开始，等我们造出烹饪锅和农田，这些蛋就会变成源源不断的财富。给林月，尝尝我用紫果子和烤肉捣碎后捏的肉团，真不错。等我们弄到各种蔬菜的种子，建起温室大棚，我给你做更高级的定制食谱。林月，我从来没想过，在我的部落被洗以后，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有坚固的石头房子，有听话的恐龙保护我们，甚至还能在院子里养鸟、捡蛋。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罢了。好好休息吧，阿雅，享受这难得的宁静。林月，我们真的要去那座冒烟的山吗？在原住民的传说里，那是火神的居所。传说往往是对恶劣自然环境的夸大，没有退路。阿雅，想要不被其他高阶降临者按在地上摩擦，我们就必须踏入这片焦土。走吧，让我们去薅一把火神的羊毛。好热，这衣服简直像个烤炉。喝水，千万别硬扛，一旦水分掉清零，就会陷入昏迷状态。再坚持一下，快到了。黑曜石。林月，你挖快点，这地方太热了，我连呼吸都觉得肺里在冒火。马上，再挖3块矿石就走，这破地方确实不能久留。林月，天上！阿根廷巨秧！
雅，别用普通箭射，这畜生是天空航母，我要活的。给我睡！再来一发，给我下来！好险！林月，他死了吗？没死，他只是睡着了，而且他即将成为我们征服天空的翅膀。300多块黑曜石到手，外加白袍一头60级的天空霸主，太美了！只要有摩擦力和固定点，物理学就不会骗人。上来，今天我带你看看这片大陆的真正样貌。起飞！睁开眼看看吧，阿雅，这就是制空拳。我们在天上飞，我们竟然比翼龙飞得还要高！坦克，警戒四周！阿亚，把上次从血崖部落抢来的那些黑乎乎的石油，还有那些透明的水晶全搬出来。想要造出那把传说级的喷枪，我们需要跨入真正的内燃机时代。林月，黑色的石头我们已经运回来了，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造那把传说级霰弹枪所需合物，不仅需要黑曜石，还需要极其亮亮的水泥作为反应溶剂。想要弄到海量的水泥，靠手工在研磨板里搓，搓到明年也凑不够。我们必须去一趟毒气沼泽，那里有我们需要的最完美的全自动水泥提炼机。上来，昨天带你领略了天空，今天带你去看看这片丛林里最阴险的下水道。好恶心的地方，连风都是臭的。巨鹰的体型太大，在沼泽茂密的树冠层下飞行极其容易被卡住，我们得下去布阵。沼泽水质，被咬上一口就会感染致命的沼泽热。别理他们，走快点。诸恶，散开！吓死我了！麻烦还没结束，沼泽的法则，鲜血就是最致命的召唤喇叭。我的这么多虫子，步枪和石家弩根本打不完他们。不用步枪，我们需要生化武器，就是你了，阿亚，掩护我，给我10秒钟。好。醒过来，干活了。阿雅，把朱恶的尸体拖到空地中间。盛宴开始。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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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林月，这大青蛙把它们全吃光了。整整600多份现成的水泥，加上我们昨天弄回来的黑曜石，材料彻底凑齐了。走吧，阿雅。万事俱备，现在我们可以回家搓聚合物，造那把传说级的喷子了。现在，见证奇迹的时刻。850个聚合物，620块金属锭，450份水泥，底材齐了。这不只是一把枪，这是统治这片大陆的权杖。给我造！阿雅，拿几个木头把子去门口，越厚越好。这是什么怪物武器？那根长管火枪跟它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孩子的玩具。长管步枪是用来点名的，而这把枪是用来清场的。吃点吧，你都累了一天了。谁能想到呢？几天前咱们还在被几头迅猛龙追得满云子逃命，连生火都怕引来麻烦。现在咱们不仅有了能在天上飞的大家伙，
连这种重火力都搞出来了。是啊，这个世界，你不把自己逼到绝路，永远不知道自己能造出什么东西来。你说，我们如果能活过这阵子，以后干点什么？总不能一辈子都在这林子里跟野兽和疯子抢地盘吧？先把命保住再说。如果我们能搞清楚那些遗迹里隐藏的秘密，掌握真正的星能技术，或许就不用再过这种茹毛饮血的日子了。据说星能可以驱动真正的能量护盾和自律武器，到那时候，这片废土才算有咱们真正的立足之地。所以我把营地外围布置成了刺猬，他们如果不讲规矩，我们也没必要客气。你先睡吧，后半夜我来守。凌云，醒醒！怎么了？滴血。大飞，你怎么了？有埋伏，散开，找掩体！妈的，有陷阱，火力压制！扔火把，把这片林子给我照亮，老子要活剥了他们！老大，营地是空的，他们在林子里。我的手！在树上11点钟方向。他们火力太猛了，陷阱被火光照出来了。左边有动静！我的脚被刺穿了，救我！退到水边去，水里没陷阱。什么鬼东西！开火！开火！你们的火力确实很猛。你们是冲着这东西来的？你还有最后5秒钟的时间，重新在脑子里组织一下语言。5、3。别杀我！我说，我不想死在这里。是黑沙部落，我们是黑沙的外围清扫队。半个月前，首领在红色方金塔破译了信息，要集齐3个矿洞里的神器，开启最终狩猎。所以，你们是跟着神器的能量信号找过来的？对，首领手里有一个用星能碎片和电路板改装的高频探测仪。你们前几天把神器从矿洞带出来的时候，信号就已经在他们的雷达上暴露了。兄弟，你们手里拿的根本不是宝藏，是催命符。黑沙部落是绝对的霸主，他们满编100多号人，还有2头完成了2代体型庞大的极品霸王龙。我们6人探路小队如果今天没回去，首领立刻就会知道出事了。最迟今天中午，黑沙的远征队就会带着霸王龙和风神翼龙平推过来。你们那几根破木头栅栏，连霸王龙的一角都扛不住。今天中午，100多人，制式枪械，甚至还有霸王龙。我们花了3天，流了那么多血，才在这个沼泽边上建起来的营地，挡不住这种级别的冲击。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用几根木头去挡霸王龙的牙齿。阿雅，立刻行动，放弃基地，把所有核心物资全装进阿根廷巨鹰里，计算好巨鹰的负重上限，一点空间都别浪费，全部带走。带不走的物资呢？工作台里还有几10块好不容易炼出来的铁锭，毁了。在这片焦土上，带不走的全烧了。我要让黑沙部落的霸王龙今天到了这里，连一口热乎的肉都吃不上。去红兽林，想在这片方舟活下去，得找个连霸王龙都嫌硌牙的地方。是歹尸，这片树冠是那些树衣杀手的猎场，他们喜欢倒挂在高处袭击过往的猎物。那我们还要在这里扎营？没有比这里更安全的地方了，地面上到处都是害鸟和牛龙，而在这里，只要我们守住这根树干，黑沙部族的霸王龙就咬不到我们。吃点东西，现在已经是下午了，黑沙部落的人应该已经到我们的旧营地了吧？他们到了，扑了个空，还折损了探路小队。黑沙部落的首领现在肯定疯了，疯了才好，愤怒会让人失去判断力。只要他们敢追进这片红手林，就让他们有来无回。他们进林子了。黑沙部落的首领只要那脑没坏，就不可能把霸王龙开进这片红手林。这里的巨树间距太窄，霸王龙庞大的身形在这里连转身都困难，只会变成活靶子。他们手里有追踪器，神器就像是一个黑夜里的灯塔，他们迟早会摸到这棵树下。
那就给他们一个永生难忘的欢迎仪式。妈的，这鬼地方真邪门，连个虫子叫都没有。首领也是疯了，为了2个连铁器都没有的彩鸟，至于吗？他们跑不掉的，哪怕是爬到树上，老子今天也要把这棵树砍倒。在上面，火力掩护，准备绳索攀爬器。他们乱了，戴师快撑不住了，他中了太多枪。戴师只是开胃菜。妈的，爆炸伤口，把手电全部打向上面。他们在树上，给我把这棵树打穿。混蛋，这个疯子！掩护我！在上面20米树枝上，撤！放弃追踪，全部撤退！还咬我！追踪器毁了，黑沙部落的霸王龙就算把林子外围围平，也找不到我们。但这只是个开始，100多人的大部落折了一个精锐小队，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当然不会，所以在他们找到破局的方法之前，我们要用这些枪在这片红树林里给他们建一座真正的坟墓。巨鹰的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让他分3次把这些装备吊上去，我们顺着绳索爬。黑沙部落的物资储备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夸张，他们在用工业化手段推平这片森林的外围，所以我们才要待在树上。体型再大，装甲再厚，它的眼睛和毫无保护的神经中心依然是致命弱点。霸王龙进林子，必定需要有探路的人或者飞行动物在前面给它指引方向。既然他们想用暴力推平这里，那我就先打瞎他们的眼睛。他们推进的太快了，那头披着铁甲的霸王龙简直就是一台推土机，外围那些几十年的副冠层树木根本挡不住它。再厚的装甲，也有顾及不到的死角。找到了。敌袭，隐蔽，安静，停下，别往前。安静，停下！我拉住缰绳。稳住，稳住阵型，别乱跑。他只是受惊了。林月，那头大家伙好像原地打转了。如果他发疯往我们这棵树上撞怎么办？这棵树的直径超过10米，它的头骨撞碎了也撞不到这根承重柱。这头霸王龙被带出来打仗，绝对是中立或者主动攻击模式。现在它之所以还没彻底发疯，是因为背上那个骑手还在用缰绳强行压制它。既然他带着料索跳舞这么痛苦，那我就大发慈悲，帮他把狗篓子剪断。骑手掉下来了，保护骑手！躲开，快离开他的尾巴范围！他们转移了，快跑，散开！开火，打他的腿，不要让他冲过来！太惨烈了。这就是工业科技与远古巨兽结合后的反噬。林月，他们撑不住了，有人在往林子外面撤。想断尾逃生，不能让他们舒舒服服的走。你要干什么？下去跟他们肉搏？下面还有一头疯了的霸王龙。这片红树林的立体机动性，他们根本不懂。我要去收割他们留下的大礼包。妈的，太邪门了！那个狙击手到底在哪儿？我们的霸王龙废了，全废了！别废话，只要出了这片梗林子，我们就安全了。去南方矿调火箭筒来，老子要炸平这片树林。遗憾，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他在树上10米，开枪！林月，霸王龙的仇恨好像开始转移了，地上的尸体快被他吃完了，他在顺着枪声往你的方向去了。收到，是时候清点战利品，准备搬家了。大量制式步枪子弹，高品质铁甲蓝图，4个工业电锯，还有这什么东西？发财了！
大家伙，多谢你的配合，这顿大餐就留给你慢慢享用了。我们赢了，黑沙部落的主力被我们2个人不被一片树林和他们自己的恐龙给灭了。战术的胜利而已，我们依然弱小。防毒面具，而且是双人战术配置，还有 C4 图纸。这是什么东西？这可是好东西，一个叫防毒面具可以隔绝毒气，另一个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到时候你看看就知道了。不能再待了，红树林的坐标已经彻底暴露。收拾东西，趁着黑沙的大部队还在外围集结，他们手里的重型火器和火箭筒还没运进来，我们立刻撤离。坐稳了。我们要去毒气矿洞拿下一件神器。黑沙部落带着防毒箱出现在红树林，说明他们下一个目标也是那里。我们手里已经有一件神器了，趁他们大部队还在红树林像无头苍蝇一样转圈，再去把毒气洞穴的拿下。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就在前面降落。这就是毒气矿洞的入口。走，阿雅，我们进去。听着，这下面跟红树林完全不同。这里面的怪物非常多，你要跟紧我，小心点。这里面的怪物非常多，你要跟紧我，小心点。一旦踏入浓雾，就绝对不能回头，必须在氧气耗尽前拿到，然后快速出来。左上方10点钟方向岩壁，注意规避。别停下，保持移动步伐。这种极其浓烈的生物血腥味会彻底激活整座矿洞深处的捕食狂潮。阿雅，注意交叉掩体，火力全开，小心脚下。太多了。退，进那边的石村缝隙。找死！这东西的壳太厚了，它挡住了视线。它挡住了视线，也挡住了后面的靴子，打他们的腿节和毒线连接处。换我了。保持呼吸节奏，我们不能在这里停。水里有东西，脚步放轻。散开！他要吐第2次了。家伙的铠甲真硬。林月，你的手！皮外伤，没伤到骨头。这和游戏里面怎么不一样啊？这么难。林月，你看看下面，这根本过不去，跳下去会被瞬间吸成干尸。弹药也见底了，但变异虫子没有脑子。安康鱼油，你打算在毒气洞里放烟花？这光质连50米都照不到。纯的安康鱼油确实不行，但如果混入高维的星能碎片，发生剧烈化学反应呢？我要在这地底深渊里给他们造一个人工太阳。你简直是个疯子！这发人工太阳最多只能燃烧30秒，光亮一出，虫海就会被吸引过去。需要我做什么？我跳下去拿神器，你在上面钉死绞盘。我说拉，你必须在半秒钟内按下回收键，否则我就永远留在下。30秒，这落差有40米啊！放心，闭眼。我下去了，盯紧绞盘。落地安全，我接触到基座了。你只有20秒，内团光在衰减，外围的虫子已经开始打转了。林云，光源熄灭了，虫海掉头了，他们冲拉绳，快点！他们沿着墙壁爬上来了，这下面全是虫子。送他们个大变竹！好，别回头！干得漂亮，配合的天衣无缝。下次再有这种跳崖的活儿，换我去。2把钥匙到手了，黑沙的围剿队扑了个空，必然会彻底发疯。接下来，我们要去雪山。气温下降的太快了，这里太冷了，我们得找个地方下降。巨鹰的翅膀边缘结冰了，它的肌肉正在失温僵硬，撑不到主峰区。我们必须在前面的针叶林脚下迫降。快找步
才生火，快，撑住！我们会被冻死在这里，单靠篝火，我们根本走不出这片针叶林。我们需要毛皮防具，普通的皮衣在雪山就被是个笑话。去打猎，在暴风雪里，巨鹰现在飞不起来，我们2条腿怎么跑得过那基地怪物？不需要跑，在这片白色的荒原上，猎人和猎物的身份随时都会转换。刚才在天上，我看见前方500米外的一个雪谷里有恐狼群活动的痕迹，这味道顺着寒风能飘出2公里。恐狼是极其聪明的战术猎手，他们绝不会正面冲锋。注意两侧的雪球盲区，左边那头归你，打它的前肢，别打坏了背部的毛皮。就是现在！没有追兵，是羽暴龙在捕猎。阿雅，准备火力压制剑齿虎，我来废掉那头大的。好，就是现在！穿越者，还能走吗？我叫甘婷，多谢救命之恩。如果不是你们，今天我就要交代在这里了。风暴要来了，这种级别的暴风雪，即使穿了恐狼皮也扛不住。这附近有避风的地方吗？有，我被这群畜生追杀之前，正在勘探地形。距离这里不到2公里的冰川断层下，有一座极其隐蔽的天然地底冰原溶洞。动身，带路。不仅能防风风雪，最底层甚至还有一口极其罕见的地热温泉。地热温泉。甘婷，你刚才说你在这里勘探地形。在没有重武力的前提下，一个穿越者孤身进入极北雪山，你在找什么？在被拉进这个鬼地方之前，我的职业是大建筑结构工程师。我来雪山是为了寻找这片大陆上极其稀度高纯的金属矿脉。我脑子里有极其完整的高级金属建筑金属蓝图。你去了那2个矿洞了？因为神器，我们被黑沙部落从沼泽一路追杀到极北雪山。我们一直在逃跑，一直在搬家，总是逃亡也不是办法。阿雅和我们不一样，她是原住民，没有我们的能力。现在有了你的加入，我打算在这里建个家。我们现在需要物资，我和阿雅去外面砍树挖矿，你先在这里休息恢复一下。人力背矿极其低效，而且在这极度深寒的雪地里，体能流失的速度是平原的3倍。阿雅，我们该把咱们的重型马车放出来了，带上那把金属斧。后退。醒醒，大家伙，极其残酷的流浪结束了，现在该开始干极其繁重的苦力了。阿雅，你负责周围极其粗壮的请松，我负责敲击金属原矿。三角龙的负重极其惊人，不要考虑体能分配，把所有极其有用的物资统统塞进它的踪距里。这种金属斧的效率简直比石骨高了10倍不止。这大家伙的北极都快被压弯了。甘婷，截获！这么快就采集了这么多？第一步，我们需要一台工业母机。既然材料充足，我们就绝不在冰洞里搭帐篷，制造金属共建。今天我们要徒手造一座纯铁的家。材料已经够了，现在来建造我们的基地吧。呼，这里温度还真是舒服啊。想要更好的活下去，我们需要更多的物资来打造防御。阿雅、林月，过来看看这个。我们的铁壳子虽然极其坚固，能挡住任何物理攻击，但这里是极北雪山，匮乏的食物补给才是最致命的问题。肉类我们可以猎杀获取，但是蔬菜却是极其稀罕。我们需要可持续的农业循环。农业循环？甘婷，你没开玩笑吧？在这零下40度，连根极地杂草都绝对长不出来的地下冰洞里种地！这口地热温泉就是极其完美的天然水培根基。
我们需要在钢铁堡垒内部利用高纯度的水晶和金属边角料搭建一个绝对封闭的温室。引入温泉产生的高压水蒸气作为绝对灌溉和保温源，再加上高频光源来强行模拟攻合作用，我们就能在这极端的冰原绝境下强行催熟极地农作物，甚至大批量种植能够用来制作高级生化麻醉药剂的变异果实。极其完美的内循环，只要温室建成，我们就能彻底摆脱对外界充满死亡威胁的食物链依赖。是材料呢？水晶我们在冰屑入口的岩壁上倒是要看到过一些，但建造那么庞大的温室需要海量的材料。大哥，你该不会指望我继续拿着那把金属斧头去那零下40度的该死雪地里手剖吧？不需要你亲自动手，我们已经跨入了工业时代，纯靠人力去挖矿是愚蠢的战术。三角龙负责采集木材，但在开采坚硬的金属原矿和石头上，它的效率太低了。我们需要去抓其他的龙，而这些龙就在这附近的矿洞里。你是说去抓那2种矿工巨兽？没错，星尾兽，方舟这个大陆上的活体碎石机。它那长满尖刺的流星尾巴能高效的粉碎岩石，还有甲龙，是顶级的采矿挖掘机。只要能顺利的把这2个极品苦逆装进休眠舱带回来，我们的基建材料工径就有着落了。听起来诱人，但这2种生物的库甲变态。星尾兽蛋受到攻击就会龟缩成一个实心石球，甲龙的尾锤更是能轻易的砸碎霸王龙的腿骨，在雪山腹地去惹它们风险巨大。所以我们需要默契的战术配合，你负责利用灵活的走位吸引仇恨，我负责远距离精准的麻醉狙击。记住，我们要的是活捉，不是击杀。明白，放风筝吗？甘婷，基地交给你，把炉火维持住，准备好大量的麻醉药剂和紫果子。放心去吧，只要你们把那2台挖掘机带回来，我就能完美的把温室给你们立起来。能见度不足30米，速战速决。这种温度下，即使穿着极地防絮，我们也坚持不了多久。星尾兽，方舟大陆上最顶级的石材粉碎机。这东西的壳看起来比我们的金属墙还要厚，镇静包能打穿吗？打不穿，所以必须打它没有载可覆盖的颈部褶皱或者腹部。按计划行事，你去左侧50米外的开阔地吸引它的注意力，只拉开它露出防御脖子，剩下的交给我。明白。嘿，大块头，看这边！就是现在。它缩起来了。药效已经进去了，它这是在垂死挣扎。第1台碎石机到手，甲龙活动区域在金属矿脉附近。走，动作快点。这东西的脾气可比星尾兽暴躁多了，而且它的尾锤不仅能碎石，如果砸在人身上，就算是穿着精良铁甲，也会被瞬间砸扁。老规矩，我来放风筝。见鬼！阿雅，把它引到下坡的位置，它的底盘太低，我打不到。结束了。2个极品苦力全部拿下，走回基地。有了它们，甘婷的温室和我们的重型弹药库马上就能运转起来了。甘婷，温水，快给我来一口，我的肺都要被冻裂了。看你们这狼狈样，挺凶险吧？星尾兽还有甲龙全部活捉，等他们从低温熏鱼中恢复，我们这钢铁堡垒的基建材料就再也不用愁了。吃饱了吗？休息好，我们再去一趟冰屑外面。水晶矿脉主要分布在极高处的陡峭岩壁上，甲龙爬不上去，这种精细活儿还得靠人力。老娘就是个天生劳碌命。走吧，趁着现在外面是阵雪。林月，你看，悬崖边上有好多水晶。走过去看看。差不多了，太多你拿不动。撤！材料放这儿，马上开工。完美的工艺。接下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底肥。阿雅，
三角龙和甲龙他们刚才在门外留下了不少排泄物，去收集一下，混合我们之前攒的茅草，丢进堆肥箱里发酵。你让我去捡恐龙屎？没有富含氮磷钾的纯正的有机肥料，农作物根本长不出来。除非你想以后每天都吃干狼肉。行，算你们狠！为了不吃狼肉，老娘拼了！完美的土壤温床，这是变异玉米，这是柠檬，重要的维他命来源，还有最关键的黑果子。最后一步，林月上光。我们做到了，在零下40度的地方，我们种出了自己的菜园。只要有肥料和水，温室就能源源不断的为我们提供食物和制作麻醉药剂的原料。内循环彻底稳固，我们在这片雪山也算站住脚了。后勤有了，接下来就该把我们的防御做一做了。这里需要一些防御性武器。近距离看这两个家伙还挺可爱，特别是这头星尾兽，圆嘟嘟的。他们现在是我们的王牌矿工。阿雅，你骑上星尾兽。今天我们要把这片崖壁上的金属和石头彻底掏空。小家伙加把劲儿，今晚给你加餐。林月，这星尾兽走路一摇一摇的，都快把我摇晕了。差不多了，我们送一趟物资的回家。卸货，全部塞进精炼熔炉。有了这些底气，我们的防御计划终于可以提上日程了。金属、水泥、电子零件，这些我们都有了。但是，驱动炮塔的核心主板需要一种高维材料聚合物，常规制作方法大量的黑曜石和水泥去制作。我们现在的黑曜石存量根本不够。不需要黑曜石，拿着。我们已经有突击步枪和霰弹枪了，你给我这根破木棍干嘛？去敲原始人的闷棍吗？去的给企鹅的生态生物，它们的皮下脂肪和骨骼就是天然纯净的有机聚合物。这种聚合物可以完美替代街床里的合成聚合物。企鹅？我们要去杀企鹅？不用枪，子弹的贯穿伤会破坏聚合物的完整结构，只能用钝器，一直敲它们，就能萃取出最完整的胶状物。这还是我认知的世界吗？对不住了，小家伙们，但我们需要你们来帮助我守家。味道虽然难闻，但这可是保命的东西。甘婷，开工，把我们的自动炮塔造出来。阿雅，拿上电缆和高级步枪子弹，跟我去门口布防。设计目标仅限敌对生存者与驯服生物，距离高，警告延迟0，防线部署完毕。现在我们可以安稳的睡个好觉了。坏消息，发电机和机床都是蚩尤的无底洞。之前我们攒的那点底子，加上用兽皮和零星原油在熔炉里熬制出来的汽油，只剩下最后2桶。没电了，最多还能维持爆塔运转24个小时。一旦停电，我们的自动防线就会变成一堆废铁。需要多少原油？越多越好。除了熬制汽油，我还打算升级一下堡垒的电路系统，这就需要大量开采水底的珍珠来制作电子行件。明白了，阿雅，别吃柠檬了，我们要去一趟海岸线，就是那个油矿石。水下有珍珠，但我坚持不了太久。呼，冻透了。掩护我。头狼，这数量我们能打吗？不要用实弹，不要杀他们，今天把他们全收了。你疯了！5头成年恐狼，一旦被近身，我们连骨头渣都剩不下。狼群的规矩，擒贼先擒王，只要搞定那头狼王，其他的就会自乱阵脚。阿雅，拦住右侧的2只，头狼交给我。给我趴下！呼，还好有惊无险。把我们在企鹅身上割下来的优质肉喂给他们，这种高能量的食物能大幅缩短驯服时间。这画面太震撼了，这手感，这肌肉，我们是不是得赶紧给他们搓几套鞍具？不需要，恐狼是雪山中特殊的掠食者，它们的脊柱极其硬，不需要任何的鞍具就能直接骑乘，而且它们在雪地上的机动性很强。阿雅带上原油和珍珠上狼，我们走，出发！开门！我的天，怎么还弄了几只恐狼回来？这是我们的雪地突击队，原油到位，马上开炉！
拉闸。电源稳定，子弹储备充足。甘婷，利用这些珍珠和剩下的金属，把剩下的电子元件搓出来。没问题。林月，粮食有了，汽油有了，狗也有了，枪也有了。我现在真的期待黑沙部落那群混蛋如果摸到这儿，看到这2挺冒红光的自动炮台时，脸上会是什么表情？哼，那一刻不会太远了。外围传感器被触发了，距离兵线入口不到200米，热源信号超过30个，全副武装，还有浪天，还有一个极其庞大的巨型生物热源。终于来了！所有人进入最高战斗状态。阿雅，别睡了，带上你的狼群，退到内侧拥道待命。明白。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允许让狼群冲进火力网。长官，这扇门是纯金属构成，厚度超乎想象，恐龙的咬力根本无法破防。长官，这扇门是纯金属构成，厚度超乎想象，恐龙的咬合力根本无法破防。这3个丧家之鸟竟然能在这鬼地方搞出这种建筑，不过在绝对的火力面前，这层乌龟壳毫无意义。是，上 C4遥控炸药，给我把门轰开。林月，他们安放了爆炸物，当量极大，单层金属门扛不住，准备战斗。有自动防御武器，隐蔽！爆破组准备 RPG 火箭筒，跟在霸王龙后面，找机会把炮台给我端了。林月，这霸王龙血量太厚了，最多再撑半分钟。半分钟，足够了。好畜生！长官，通道被堵住了，冲锋就是送死，撤！全体后撤，把霸王龙当脊背。但在雪原上跑得最快的可不是霸王龙。阿雅，开闸，放狗！稍等，又等这句话呢。稳住阵型，不要乱！我要把他们踩成……长官，是恐狼，管他是什么，敢出来就给我打成马蜂窝！孙子们，跑得挺快呀！啊！我的喉咙！撕碎他们，一只也别放跑！一群废物！转头，给我转过去，咬死那些畜生！你的对手是我。撤退！全速撤退！想跑？小白，追上去！穷寇莫追，霸王龙的血量深不见底，放他们走。切，真没劲！停下吧，汪汪队！林月，甘婷，好东西！他们死了，枪归我了。下次他们再来，我打爆他们的头！阿雅，别在尸体上乱翻了，小心上面有禁兵军。快进来帮忙给食人花浇水。林月，我给外围补上了金属巨马，食人花也还没有成熟。我们虽然扛住了这一波，但黑沙部落的底蕴太厚了，他们已经有 C4 炸药了，我们的冰冻防线绝对撑不过10分钟。穿越者带来的根本不是什么文明之光，而是最极致的黑暗法则。那我们怎么办？黑沙的那个首领已经完全把这里当成了可以肆意妄为的奴隶场。我们不拼常规火力，他们的科技树爬得比我们快，拼子弹我们必死无疑。你是说去开启方尖塔的终极试炼？可是林月，那太疯狂了！除了原住民的古老传说，根本没有人知道传送门后面到底是什么怪物。一旦在里面团灭，连捡包的机会都没有。好，既然退无可退，那就搏一把，还差最后一块神器，对吗？对。甘婷，带上所有的极效医疗酒和兴奋剂，把我们培育的那几头变异恐狼装进温舱。目标：雪山大矿洞。都机灵点儿，那里面全是150级以上的变异雪人和兽头兽，别连开盲盒的资格都没拿到，就把命丢在了半路上。环境温度是-40度，哪怕我们穿着传说级的毛皮，如果在这里面待得太久，会被活活冻死。喝热汤，
它能提供20分钟的巨额抗寒加成。阿雅，把火把点上，准备进洞，跟紧我，不要随便脱离狼狈。热乎乎的，不怕冷了。别掉以轻心，这里的怪物不受驯服限制，全都是基因变异的狂暴种，等级普遍在150级以上，任何字一点失误都会让我们永远留在这块冰坨子里。走吧，停下！左边2只雪人交给我，甘婷控场补伤害，阿雅守住右边的狼群，别让他们包抄。收到！畜生，给我死！林月，脚下！林月，不准碰他！赶紧开火！去死吧，怪物！谢了，阿雅。如果不是你，我已经嘎了。阿雅说过，我们是部落，是家人，一家人不抛弃。打起精神，这里的血腥味很快会引来更多的兽头兽。温度越来越低了，已经咖喱汤的药效快结束了，再这么耗下去，我们不被怪咬死，也会被这鬼地方冻死。喝药酒，硬顶过去。距离全红地图上的神器坐标只剩最后200米。阿雅，注意头顶！是巨型蝙蝠，小心他们的病毒！别停下，往前冲！该死，是精英雪人！先把凶齿石打掉，他会给雪人回血。拿到你了。最后一块神器也拿到了，走吧，我们先回部落。好，林月，我们真的要就这么过去吗？我们现在除了手里这几把破枪和这3头狮鹫，什么重火力都没有。黑沙部落的机床在日夜不停地转，加特林机枪塔估计已经把他们的基地围成了铁桶，等他们腾出手来，就是用 C4 炸平我们冰洞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了。可是林月，我们甚至不知道方尖塔里面到底是什么，那是原住民口中的神罚之地。万一传送门后面是100头南方巨兽龙呢？我们会连骨头渣都不剩。甘婷，我们没有退路，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必须走下去。甘婷，别怕，大长老说过，方尖塔是惩罚，也是对勇士的试炼。只要我们心在一起，就没有什么能杀死我们。今天，我们要么拿到掀桌子的力量，要么就死在这个盲盒里。好，疯就疯到底，死在一块儿，黄泉路上好歹有个伴儿。冰贡品确认。林月，你手在抖。兴奋的，抓住狮鹫的缰绳，不要松手！好烫，这是什么鬼地方？天上有东西！龙，那是传说里的西方巨龙。散开，升空，快！拉升，拉升！它的火焰是真实伤害，只要擦到边，我们的护甲就是纸糊的。林月，我的狮鹫尾巴被火星咬到了，别跟它直线飞，利用狮鹫的补充机制跟它绕柱子。阿雅，吸引它的注意力。甘婷，我们找机会打它的眼睛。大西，看这里！甘婷，就是现在，补充！甘婷，在你的6点钟方向，快躲开！林月，甘婷，抓紧我！该死！活下来了，我活下来了。还没结束，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甘婷，我在前面对操控飞行轨迹躲避龙息，你坐在后面，视野是360度的。给我白色的注意力，给我射击角度，交给阿雅。
就是现在，他的脖颈暴露了！去死吧，怪物！他冲我们来了，林月，拉开距离！坐稳了，左侧规避。第三发甩不掉了，甘婷，打爆他！我的枪管过热了，林月，穿甲弹只剩最后2个弹响了。该死，他在召唤！阿雅，靠拢防守！没子弹了，林月，子弹打光了。林月，对不起，我尽力了。闭嘴，还没到拔管子的时候。林月，你要干什么？捉紧缰绳，接管飞行控制权，给我压下去！林月，想吃我，老子给你加点料。1、2、3。要死在这儿了吗？林月，抓住！干得好！哎呀，别倒了，再倒就腌入味儿了。你醒了？你知不知道刚才差点连骨灰都留不下？大蜥蜴死了，月氏部落的英雄。这是把他们孵出来，很温暖，就像部落永远不灭的篝火。他在跟我说话。我要这个白色的。孵出来，等着3头天空霸主睁开眼睛的那一天，我要让黑沙部落的每一个人都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降维打击。第20台空调部署完毕，电缆连接正常。林月，为了造这20台空调，我们把基地里最后一点珍珠和聚合物库存全榨干了，不会孵化不出来吧？不会的，放心吧。飞龙蛋的孵化要求极度苛刻的高温，如果温度不够，蛋的生命质就会迅速掉光。把它们放出来吧，这是我们用命换来的底牌。3分钟！阿雅，别靠太近。林月，甘婷，他出来了，他出来了！我的小龙，从今天起，阿雅会保护你的。好漂亮，你就叫小白吧。不用那么凶，在这座岛上，只有弱者才需要靠龇牙咧嘴来掩饰恐惧。你就叫小黑吧。他们饿了，林月，幼龙吃什么？生肉吗？不能喂生肉，他们在这个阶段的肠胃根本消化不了。这是从飞龙那里获得的飞龙奶，来，一人1瓶，给他们喂下去。别开枪，林月，是你的那只小祖宗。小黑，松口！小黑，松口！你还敢跟我龇牙？飞龙的破坏本能是刻在基因里的，而且他们只认破壳后第一眼看到的。除了我，你们最好别去碰它。婴儿期的飞龙虽然没有战斗力，但咬断一根手指还是轻而易举的。我才不想碰它呢，它刚才差点把连接空调的电缆给咬断。我们以前好歹是拿枪战士，现在倒好，沦落成这3个巨婴的保姆了。我一晚上都在盯着温度计，眼睛都没敢闭一下。你们看鸿雁多聪明呀！好了好了，好痒呀，它好暖和，就像一个小火炉。它暖和是因为它是火龙，如果空调断电，它一样会冻死。霜雪真是太省心了。他们怎么了？饿了。婴儿期的飞龙没有任何战斗力，而且肠胃极其脆弱，它们无法消化任何生肉或是熟肉。如果强行的喂肉，不仅不长饱食度，还会疯狂扣血。我们只剩下这最后半瓶了，发育进度才到1.2%，它们的食量已经比刚破壳时翻了1倍。这一瓶奶极限控制，最多只能再撑4天。4天后怎么办？如果4天后它们还没有进入幼原期开始吃肉，就会被活活饿死。我们再根本找不到母飞龙去挤奶。星痕倒计时结束了，快看看他们要什么！阿亚的鸿雁要求是带它去散步，我的霜血要求是想要一个拥抱。至于你的黑面，黑雁的要求是喂食一份熟大腿肉。这破系统，散步和抱抱就算了，大腿肉去哪里弄？你先别急，我先带鸿雁去散步。走吧，小火炉。
我的天啊！阿雅，你慢点，别撞到发电机。到我了。系统说你想要抱抱，虽然你看上去一点都不想。这傲娇的脾气，简直像个冰山公主。吃，给我咽下去！你没有挑食的资格。黑面已完成喂食，星痕度加15%。这个混世魔王，以前我们为了活命，满世界追着霸王龙砍，现在我们被3只小幼崽困在这几十平米的地方，连上个厕所都要看他们的心情。林月，别抱怨了，看看他们的进度条，已经4.5%了。是啊，4.5%，这只是婴儿期阶段，后面才是疯狂消耗食物的时候。快点，再快点！林月，你回来！兽皮，快！活下来了。喝吧，这是最后一顿了。掉血了，林月，他们开始掉血了。进度条到哪里了？9.8%，长得太慢了。月，我们拿点生肉给他们塞进去试试吧，万一能吃呢？绝对不行！再喂肉不仅不加食物度，还会触发强烈的排异反应，瞬间清空他们的生命质。动啊，给我动啊！成功了！阿雅，给肉，给生肉，吃吧，吃个够！哼，太好了，生命质不掉了，食物度开始回升了，我们终于不用再受那半瓶奶的折磨了。大棚里还有1000多斤我们昨天打回来的生肉储备，足够他们吃好几天了吧？别鲜了，真的没有肉了。林月，我们真的撑不住了。我们昨天打回来的1000多斤生肉储备，原本以为能吃好几天，结果呢，不到2个小时被这3个祖宗吃得干干净净。幼时期到青年期这个跨度是生物食量最夸张、代谢最快的时候，他们的食物度上限被拉高了10倍，但消耗速度同样加快了10倍。我们打猎回来的肉，他们嘴里就像融化的血水一样，根本存不住。他们在掉血，阿雅去打猎，现在就去。站住，来不及了！打猎需要时间，以他们现在的体型和按百分比掉血的速度，根本撑不到你把肉带回来。开启被动治疗光环。11点钟方向，直接过去拿枪扫射，速战速决。阿雅，拉仇恨。你左边，我右边。吃啊，你吃啊！没了，真的一点肉都没了。肉，接住！这只是一趟，距离他们突破50%进入青年期还有整整20天。在这20天里，这种拿命去填的狩猎，我们每天都要经历10几次。吃吧，多吃点。但是8.5了，快了。只要熬到50%，只要进入青年期，他们的代谢率就会大幅度下降，我们就不用再过这种靠猪吊命的日子了。阿雅，稳住！这畜生皮太厚了，我们撤吧。周围还有2头牛龙护卫，你会被撕碎的。不能撤，基地里那头猪的肚子已经空了。吕暴龙的优质肉产量是猛犸鹿的3倍，杀了它，我们就能撑过今晚。来呀！林月，阿雅，快割肉！你肋骨断了，不能再割。放开我！如果今晚带不回肉，那15天的苦就白吃了。黑面他们会死。我来割，你休息。阿雅来割。
连腌肉的力气都没有了。进度飙到多少了49.8%，它断奶了，烽火熄灭了！拿肉，直接给他们塞嘴里。没用了，月，生肉回血的速度根本赶不上他们掉血的速度。那就用极效医疗酒灌。我们得想办法把他们弄出去，不然这里会被拆了的。可是他们现在情绪很不稳定，我们根本靠近不了。我的温室大棚啊！你们三个，看看他们干的好事！一口龙息直接烧穿了，一口！我花了4个小时焊接的。好了，消消气，他们不是故意的，就是什么？就是长大了。1个月前，他们还是一窝能在怀里抱着里的崽子，现在呢，每一头都比牛龙还大。黑面昨天差点把机床的输油管咬断，霜雪把温室的灌系统当成了喷淋浴场，红艳昨晚睡觉的时候翻了个身，尾巴扫到了精炼炉的排气管，差点把整个堡垒变成烤箱。他们需要更大的空间，休眠舱装不下，他们的体型已经超过了休眠舱的容量上限。那就扩建，把冰洞往深处挖，扩大活动域。扩建需要时间，而且上周阿雅在雪原上看到了风神翼龙的飞行轨迹。风神翼龙，那种能搭在平台凹的空中父母。对。黑沙部落如果动用了风神翼龙，就意味着他们不是在例行巡逻，而是在准备再次来袭。先把温室修好吧，甘婷，你负责计算新的温室布局。既然飞龙长大了，就把温室的面积缩小，移到堡垒最深处，用金属墙壁和他们隔开。早就该这么做了。阿雅，你负责清理碎片和重新培土，那些被掀翻的农作物地块，能救的尽量救。种子还有存货吗？温室里还有一些备用的，黑果子、长草、柠檬都有，但重新种植到收获至少需要3天。3天就3天，别装，你知道我说的是你。还有你，甘婷的灌系统不是你的浴缸，下次再让我看到你爪子拧水管，我就把你的口粮减半。红叶，阿雅，拿医疗药膏来。你是最乖的，我知道，但你也得帮忙看着那2个捣蛋鬼，好不好？1个月的精心照料，结果养出了3个拆迁队长，我真的服了。黑面那个性格跟林月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暴躁固执，目中无人。你说什么？我说你的龙跟你一模一样，听得很清楚。这里，甘平，这个地方你知道吗？这里，那是雪山的绝对禁区，连黑沙部落都不敢轻易涉足，地形极度复杂。而什么？而且有传闻说那里藏着远古冰裂时期留下的新能遗迹，你想去那里？如果我说是呢？那个地方可能是我们最后的退路。听起来很冒险。在这片大陆上，活着本身就是冒险。甘婷，今天之内把温室修好，明天一早我和阿雅带着黑冕去火山挖灰养石，你留在基地。霜雪和红艳交给你训练，让他们学会控制龙息，不能再乱喷了。训练他们？我又不是驯龙师。你是工程师，训练他们不要破坏设备，这属于设备维护的范畴。行吧，那我试试。但如果霜雪把机床烧了，你回来别怪我。怪你也没用。黑面，跟我来。你就不能轻点吗？这家伙绝对故意的。我觉得也是。你看看红艳多乖，再看看黑墨，简直是头小霸王。那是因为红艳像你，霜雪像我，高贵优雅，智商在线。行，你们清高。今晚的口粮减半。现在知道错了，晚了。从这里开始挖，你负责左边，我负责右边，看谁挖得快。停！不能用龙息！你想把整个洞穴炸塌吗？用爪子，你的爪子比金属镐还硬。就这样，继续，把这片区域全部打通，给霜雪和红叶腾出空间。够了，今天到这里为止。你是故意的。明天继续，回去睡觉，不许再搞破坏。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他不肯回窝，你断了他的口粮，他就在温室外面守着，等你自己心软。哼，谁心软了？不是说口粮减半吗？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你这龙跟你一个德行。你说什么？我说红艳真乖，你看她从不捣乱，从不偷吃，从不乱喷龙息。你们3个都偏心。霜雪，等会儿你跟我去冰洞深处，我教你定点释放龙息。定点释放，就是控制喷吐的方向和范围。对，他们的龙焰温度越来越高，如果再不加以控制，别说温室了，连金属墙壁都撑不住。今天黑冕在冰洞里刨冰的时候，一小口火直接把冰墙融了1个2米。那是意外。意外？你信吗？不太信。行了，
明天开始训练，但现在我们得先解决空间问题。今天的炮兵进度还行，但至少还需要1周的连续作业。1周没那么多时间。根据阿雅的侦查，黑沙部落风神翼龙上周在雪山北部33次改变飞行路线，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靠近我们的方向。他们可能已经知道这里有东西了，那他们还在侦查。甘婷，风神的轰炸范围有多大？只要他们锁定了冰洞入口的位置，1轮轰炸就能把入口炸塌。对，而且风神的飞行高度在2000米以上，我们的自动炮塔打不到那么高。空中的威胁只能靠空中的力量来应对。他们还不够强，但他们会长大，而且会很快。明天开始，你们训练霜雪和鸿雁，我来训黑面。你确定？我可不想到时候看到冰洞被烧成熔岩洞。他不会，对吧？他在说看心情。你什么时候学会龙语了？不需要学会，看他那表情就知道。鸿雁就从来不会这样，他所有的表情都是好的，没问题，我听你的。鸿雁，你是我的骄傲。行了，别煽情了。阿亚，黑曜石的存量还有多少？上次挖的基本都用在了温室和扩建上，大概还有40多块，勉强够用。那火山还是要去的。3天后，等温室稳定下来，我和黑灭去火山。阿亚留守。这次我看家。你擅长跟飞龙沟通，鸿雁最听你的话，霜雪对你也比对我亲近。行吧，别让黑灭在火山口乱喷哦，搞不好会引发火山爆发。我会看着他的。说你是好龙。黑焰，捡起来。道歉。下次再打翻我的工具架，口粮减半。行了行了，原谅你了。你看，这不就学会了？还早着呢。这是好事，也是坏处。好处是他们能学会复杂的指令，成为真正的战斗伙伴。坏处是他们太聪明了，聪明到会跟你就像黑灭。他完全知道什么行为会惹人生气，但他就是忍不住要试探你的底线。这是林月的性格。怎么了？我在想，黑面是不是我性格的放大版？还用想吗？在想什么？在想今天的事，温室被烧了，墙壁被戳穿了，冰洞差点塌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依旧不生气。因为那是你的龙。对，他们不是工具，不是武器，他们是家人，对吧？规则很简单，我指哪个你们就喷哪个，不准喷歪，不准喷多，不准喷到同伴身上。黑灭，黑色靶标。完美，但你的态度能不能认真一点，像没睡醒一样？霜雪，白色靶标。哇，这精度比黑面强多了。鸿雁，红色靶标。没关系的，就像平时练习那样，轻轻的，不用太用力。好高的温度，鸿雁的龙息可能是3头里温度最高的，只是他不敢全力输出。他不是不敢，他是不想伤害别人，对吧，鸿雁？行了，基础训练结束，接下来是移动靶，依次射击。黑灭先来。鸿雁，就像平时看胶果那样。偏了，再来一次。再来，你只是太紧张了，放松，像平时那样。漂亮！行了行了，别甩尾巴，这里的冰壁经不起你砸。今天的数据你自己看看吧。还不睡？睡不着。黑沙部落的风神今天又出现了，甘婷的雷达捕捉到了信号，在东北方向，距离我们不到15公里。他又吼了一整晚，我的机床都被震得嗡嗡响。他在宣示领地，飞龙的本能，尤其是雄性，成年期会变得特别有攻击性。可他把半个雪山都惊动了，这么大的吼声，黑沙部落的巡逻队会听到的。听到了又怎样？他们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雪山里奇奇怪怪的生物多了去了，说不定以为是哪头霸王龙在叫。霸王龙的吼声和飞龙不一样，霸王龙的吼声是低沉的、短促的，有经验的人能分辨出来。黑沙部落的巡逻队有这种经验吗？不知道，但不管他们能不能分辨，我们都要做好准备。队长，你听，这是什么声音？不像霸王龙，也不像羽暴龙，确实不像。我在这个鬼地方待了快10年，从没听过这种叫声。明天你带2个人过去看看，就我们3个，只是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打，看清是什么东西，有多少，然后回来汇报，别靠太近。黑面，飞3圈，每圈做1次转弯。好，霜雪，你在飞行中喷吐1次，目标是那边的冰壁。完美。没关系，再来一次。雷达有什么动静吗？暂时没有，但黑沙部落的巡逻队昨天在东北方向活动，距离我们不到30公里，他们可能听到了黑面的吼声。迟早的事，叫他们别吼了，他们不听。那是本能，你拦不住。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紧张有用吗？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在敌人到来之前，让自己变得更强。那里有个冰洞，声音好像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有人，那个冰洞被改造成了基地，能在这个鬼地方建基地的，不是一般人。会不会是上次跟我们部落交火的那伙人？有可能。撤，回去汇报。冰洞里有人，能确定是上次那伙人吗？不确定，但可能性很大。还有什么发现？
我们听到了奇怪的吼声，不是霸王龙，不是羽暴龙，也不是任何一种我们见过的。说，声音很尖锐，带着金属质感，从冰洞深处传出来的。金属质感的吼声，你确定？确定。我在这10年从没听过那种声音，可能是飞龙。飞龙，大陆上最顶级的飞行生物之一，据说只存在于传说中。他们的吼声就跟你描述的一样。如果能抓到一头活的飞龙，首领，我们怎么办？目标：雪山冰洞，活捉飞龙者赏1000块金属棒，杀死敌人者奖500块，所有人都有份。来了。空中2头发光体应该是风神，预计明天清晨到达。地面至少50个热源，还有10头大型恐龙，速度巨较慢，这能挡住吗？他们分2路，空中先到，地面后到。配合好的话，空袭炸开入口，地面部队冲进来收割。首领，雪山前哨发来消息，冰洞周围没有发现异常活动。那伙人好像还不知道我们在集结。他们当然不知道，雪山里消息闭塞，没有无线电，没有侦察翼龙，他们就是瞎子。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不行，上次我们吃亏就是因为没搞清楚地形。地面部队什么时候能到？最快后天傍晚。霸王龙走得太慢了，雪山的路又不好走，那就让风神翼龙等地面部队到位了，再同时发动进攻。是，体型不小，会是什么呢？不管是什么，很快就是我的了。回收，装回去。已经过了雪山的边缘，明天傍晚前能到冰洞外围，让他们加快速度。我不想在雪地里过夜。是。黑沙部落已经开始集结了，他们至少出动了2头风神和10头地面恐龙，总兵力超过60人。60个人，我们只有3个人，还有3头龙，3头还没成年的龙。所以我们要利用地形，冰洞入口狭窄，这是我们的优势。自动炮塔布置在入口2侧的高处，形成交叉火力。任何地面部队想要冲进来，都要付出惨重代价。风神2头，地面恐龙10头，佣兵60个。从数字上看，我们输定了。从数字上看，那从别的角度看呢？从地形上看，我们有优势。如果他们从地面强攻，我们至少能扛住第一波。睡不着。我也是。红雁一直在发抖，她感觉到了什么？动物对危险的感知比人类强，他们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你觉得我们能赢吗？不知道。没事的，红雁。明天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在你身边。你也睡不着，是在怕还是在兴奋？那就当是兴奋吧。地面部队，他们到了。停！前方就是冰洞所在的峡谷，派2个侦察兵过去确认下。其他人原地休息，等风神翼龙的消息。距离冰洞不到5公里，明天天亮，配合风神翼龙的空袭，地面部队同时发动进攻。地面部队距离5公里，空中2头风神距离10公里，高度2000米，他们在等。等天亮。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也等天亮，等他们来。肌肉状态不错，明天飞的时候，如果觉得翅膀发酸，就降低高度滑翔一段，不要硬撑。霜雪，你的任务是掩护黑面，他的机动性不如你。红雁，你跟着阿雅，地面部队冲进来的时候，你用龙息封锁入口。天亮之前，能睡的就睡一会儿，睡不着的就闭目养神。你呢？我再盯一会儿雷达。他们来了，高度1800米，还在下降。再等等。开火！隐蔽！炮塔坏了，还有1头。黑棉，那是什么东西？拉升，快拉升！喷！漂亮！黑焰！霜雪，好样的！黑焰，你受伤了，别逞强，回去让甘婷仔细包扎。地面部队呢？撤了。风神一败，地面的热源就开始后退，他们还会再来吗？会。黑沙首领不会善罢甘休。那到底是什么东西？黑色的，会飞，会喷火，我从没见过那种生物。我也没见过，但首领说的对，那是飞龙。飞龙？首领说过，方舟大陆上有传说级的生物，只存在于最危险的地带，飞龙是其中之一。队长，
我们还要继续进攻吗？先撤，退回前哨营地，向首领汇报，等首领定夺。暂停。飞龙，真的是飞龙。老鬼的消息说，封神一龙2头都废了，地面部队没敢冲。那我们怎么办？放弃了？放弃？那头黑色飞龙我要定了。可是封神封神不止2头，再从内陆据点调2头过来，我要4头封神同时进攻。4头？那得准备至少1周。1周就1周，趁飞龙还没成年，必须拿下。等他长大了，我们就没有机会了。4个光点，东北方向，距离40公里，正在向西移动，速度中等，高度2000米，是封神翼龙。4头？不止，地面也有动静，热源超过80个，大型恐龙至少15头，他们这是倾巢出动了。他们来了，高度1800米，正在下降。黑焰、霜雪，准备起飞。他们在等地面部队到位。不等了，黑焰拉高，逼他们下来。霜雪！他们开始投弹了！红焰喷！红焰！黑焰撤退！炮塔完了，温室被炸了。林渊，没事，只要龙还在，我们就还在。你们还活着，这就够了，不能再等了。今晚我们突围。怎么突围？我们的龙还没成年，飞不了太远。黑焰和霜雪的翅膀虽然飞不起来了，但短距离滑翔还是可以的。红焰的体力保存的最好，能背1个人。你要让红焰背阿雅？不，阿雅骑红焰，你骑霜雪，我骑黑焰。我们沿着冰川峡谷向西滑翔，只要滑过那道山脊，他们就追不上了。滑翔？他们能滑多远？不知道，但留在原地是死，滑出去至少还有1线生机。红焰说他能行，可是如果滑翔途中被发现了怎么办？那就打，我殿后，你们先走。不行，你殿后就是送死。我有黑焰，他的鳞片比霜雪和红焰厚，能多扛几发子弹，而且什么？而且黑沙部落要的是飞龙，不是人。只要飞龙跑了，他们不会花力气追我。巡逻间隔20分钟，我们有15分钟的喘口气。够滑到山脊吗？够了。出去之后不要拍翅膀，用惯性滑行。等我的信号再起飞。走。该你了。你要活着回来。走。追上去。那是什么？有东西在那边！被发现了，加速，起飞，快！红焰，坚持住！红焰，阿雅，你们走，别管我！走，红焰，走！走！抓活的，首领要活的！就你一个人，你的那2个同伴呢？跑了。甘婷，红焰的翅膀需要包扎。他会回来的，但不是现在。把翅膀你要养好，赶快成年，然后我们去找他。伤口不深，没有伤到骨头，动了一路，血已经止住了，但需要静养，不能再用这只翅膀。几天？至少3天。我们没有3天。黑沙部落抓了阿牙，不会只是关着，他们要的是飞龙，阿牙是诱饵，他们在等我们去救。那就不能去，去了正中他们的圈套。等黑焰能飞，等他突破那最后的5%，等他成年，等不了也要等。你现在冲回去，只是多送一条命。阿雅被俘不是为了让你去送死，是为了让你活下去，活下去变强，然后把属于我们的东西全部夺回来。甘婷，阿雅还活着。你
你怎么知道？如果他死了，黑沙部落会把他的人头挂在风神上，飞过雪山给我们看。他们没有这么做，说明他们想用他做诱饵。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救他？等飞龙成年，等他们能飞过整个雪山，把黑沙部落的总部烧成灰。你突破了，你要我骑上去？飞，那就是素食岛，阿瓦就在那里，不是现在，回去。他们突破了，2个都突破了，95到100，一步跨过去了。还是不说，我知道你是那伙人里的核心成员，你骑的那头红色飞龙是他们的宝贝。告诉我你们的藏身地点在哪里？那头黑色飞和白色飞龙又在哪里？今天的压轴是我们从雪山抓来的女飞龙骑士，她骑的那头红色飞龙能把金属烧穿，但今天她没有龙，没有武器，没有盔甲，她只有一个对手。进去，赢了你就能多活1天，输了省粮食。开始。来呀！赢了，他赢了！不错，比上2个活得更久。明天他会对战一头剑龙，想看的人提前下注。你很能打，但能打的人我见多了，最后都在沙土地上变成了肥料。鸿雁还活着，明天的对手换了，不是剑龙，是霸王龙。别怕，不是野生的，是我们训过的，它不会一口咬死你，它喜欢慢慢玩，睡个好觉，明天你就不用再醒了。阿雅的安具空着，你背着，起飞。高度1200米，还在爬升。继续爬到2000。稳住，保持这个高度，向南飞。甘婷，雷达。没有巡逻，风神翼龙的巡逻时间是白天，夜间他们一般在岛上休息。他们很快就不用再巡逻了。素食岛，降低高度到1000米。黑灭，看到那2头了吗？不等了，黑灭，喷！拉升！霜雪、红叶，去据点外围，把他们的地面部队引出来，不要靠近高塔附近的防空炮，引诱他们往海边跑。起飞！一头翅膀烧了，一头摔伤了腿。废物！地面部队往海边追，那几头飞龙往海边飞了。他们中计了，下去，我们从据点东侧切入。拉平。黑灭，你闻得到他吗？别动，地牢的钥匙在哪儿？他们把他带走了。他不在，他们把他转移了，可能在决斗场，飞过去，那里最高的那个。今天的压轴，蜂王，我们对阵雪山来的女飞龙骑士，但今天她没有龙，只有一条快烂掉的腿。
这畜生是不是被吓傻了？蜂王攻击！红焰，红焰。活着的成年飞龙，关门！所有的门，所有人带上麻醉枪。今天我要那头红色飞龙活的！给我攻击！红焰，带阿雅走。你拖阿雅飞出去，别管后面，走。收好了，追到雪山，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那3头龙给我抓回来。你长大了。又见面了，这一次我要你的命！狠！一头。红叶拉伤，散开！红叶，你受伤了。红叶，够了！红叶下去，我们下去！不怕，我陪着你。赶紧！红叶受伤了，她流了好多血。我在西侧，过不去，我被缠住了。林月呢？林月！没有输，还没输。结束了，3头龙，3个人，你们以为能翻天？开枪啊！打死我，左也不会放过你。红叶，不要！红叶，不！极品鳞片的强度、肌肉密度都是顶级的，可惜死了，不过尸体也值钱。带走，活的、死的都带走。红叶没有死，她不会死，她只是睡着了。等到有一天她醒了，她会把你们全部烧成灰。那一天不会来了。他走了，我们能通过星能复活他吗？先把他们藏起来，把阿雅和红焰放在一起，洞里最深处用冰封住。你要做什么？我们去复仇，还给这个世界一片净土。黑鲨首领跑，地面部队30人被霜雪打散了，但没有全灭。我要在他们撤回素食岛之前，一个一个追上。你一个人？黑面跟我，霜雪跟我，2头龙，2个人够了。霜雪，低空冰雾。霜雪，走，去找林月。你，黑鲨首领在哪儿？不知道，他让我们在这里等。黑面，让他回去报信。找到了，地面部队全灭。黑鲨首领呢？不知道，可能是最后一封神翼龙已经往素食岛飞了。那就追！
追到素食岛，也要把它灭了。他们追来了，地面部队呢？其他封神。双雪，掩护！来呀，来我家门口杀我，我等着。双雪，拉一座2座，速度不如风神翼龙，但爆发力更强。龙息温度极高，但射程有限。弱点：右翼，那头黑色飞龙的右翼根部有旧伤。碎骨在，把剩下的所有恐龙全部放出来。霸王龙、三角龙、剑龙，不管训没训完，全部放。那些恐龙还没训完，会攻击我们自己人的。我们的人已经死得差不多了，放。喷！还剩多少？大型恐龙清理完了，小型的不构成威胁。黑鲨首领呢？在高塔上，等着我们去。还能飞吗？走。800米、600米、400米、200米。放我下去！就你一个人，我在这片大陆上活了12年，够了，杀过的人比你见过的还多。那你应该知道，杀人者，人恒杀之。你的反应很快，但你的体力撑不了多久，那就速战速决。你疯了！剑是给你看的，枪才是给你的。你的护甲能回收能量，但挡不住子弹。星能科技不是万能的。你赢了，但你杀不了我。这座高塔在5秒内炸成废墟。你的龙，你的女人，全部给我陪葬！阿雅已经死了，鸿雁也死了。你以为我怕死？你在这片大陆上活了12年，奴役原住民，抢了无数资源。你以为你是这片大陆的主宰，但你什么都不是。结束了。你受伤了，皮外伤。黑面的翅膀呢？子弹卡在骨头里了，需要手术，但这里没有条件，先回雪山。雪山，阿雅和鸿雁还在那里。我带你回去。黑面还能飞吗？能飞吗？能飞。我你要把他们分开？不，我要把他们一起带出来。鸿雁，你保护了他，到最后都在保护他。现在轮到我们保护你。还有什么要放的？他说过，这把剑很帅，想试试。到了那边用得上，盖上吧。走吧。去哪儿？先把黑面和霜雪的伤养好，然后去遗迹深处看看还有什么能用的东西。这片大陆很大，黑鲨部落只是其中一个。然后呢？然后活下去。他让我们活下去。霜雪，过来，走。鸿雁。哎呀！甘婷，开门。还有25%，够我们用多久？如果只用于照明和保温，至少半年。如果还要驱动复制器和机床，3个月。够了，3个月后我们去找下一座遗迹。这片大陆上不止这一座遗迹，也不止黑鲨部落一个敌人。你还会继续杀？会，但不再是为了复仇。为了什么？为了活着的人，为了你和霜雪，
为了黑面，为了这片大陆上所有不想被人踩在脚下的人。闻到了什么？跟上！这条走廊的能量密度比主厅高得多。他在说里面有东西。等等，不知道是什么，别碰。能量屏障的变动频率和核心的脉冲频率完全一致，这说明这道屏障不是防御用的，是识别用的。什么频率？正在测。这是什么？别碰！生命之河！你疯了！不知道是什么就乱摸。我知道是什么了。是什么？复生血翼。阿雅和红烟可能还能回来。